我搜！是。你们是谁？如此大胆，敢私闯官宅！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威远侯樊兴绪，我与威远侯府素日并无恩怨往来，不知何事，只得侯爷如此大动干戈，亲自带兵夜闯我尚书府。魏元侯，你这是何意？侯爷，赵氏马车已经找到，上面还留有血迹。今日长宁街纵马伤人致死的罪魁祸首，自己出来认罪伏法。如若不认，我便让你们整个沈家陪葬。我数3下，3。侯爷，你不能冤枉好人呐！我家老爷休立，我们可是一日未出家门呢。2。樊兴绪，你1。谁是我撞死的？元直，出事了！元直，你得救救我呀！前日我将你送到白马寺之后，驾车回去，不小心撞死了人。我想救人的，但那个女人当场就断气了。伤人致死。元直，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已经私定终身了。如今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殿试的机会，要是摊上人命的话，我就全完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户部尚书的嫡女，我只是被你们养在家中的一个小小的门客。你就说你贪玩纵马，把人撞死了，沈大人一定会保住你的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尚书府被围了。丁丁，你赶紧去找一个人。好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再说一遍。神是我撞死的。今日我偷偷溜出去游玩，回来的时候马儿失控，我没有来得及控制。总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游玩纵马，住手！小姐，下官接到报案，今日尚书府马车伤人性命，所以前来查探。不知道威远侯也在。这是沈府嫡长女沈元芷送来衙门的认罪书，她已主动认罪伏法。依照大燕律例，意外致死者，且为6品以上官员家眷，又有自首情节，徒刑20大板。我只知道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威远侯不幸滥用私权，冒着藐视王法的风险，也要置我于死地，可否冒昧问一句，今日被我撞死的女子和你是什么关系？王爷究竟是为民请命，还是公报私仇？我和他什么关系？与你无关。你只要知道，今日必须死。魏侯，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元芷，女儿，樊兴绪，今日小女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定会到陛下那儿告你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快叫大夫呀！撤！真可惜，就差一点儿，魏远侯怎么没有一剑刺死那个小贱人？不可惜，如今他背了条人命，别说高门大户，就是下三滥的破落户，也未必肯娶她。要不是老爷总护着他，何必这么费劲，让你一天天出卖自己去和他逢场作戏？等那个老头子一死，整个沈府上下都是咱们的了。谁啊？还好老天保佑，这个伤不严重，不然小姐一条命就搭进去了。为了顾公子，值得吗？依照律法，京兆府尹只判我20大板，证明今日意外死亡的女子身份应该只是平民。可那魏远侯却来势汹汹，可见他和那女子关系定不简单。若我不应下这剑，他定取我性命。可是小姐，他看着好凶啊！若他再找来怎么办呢？魏远侯府再如何权势滔天，绕过京兆府尹，擅闯朝廷命官的府邸，还想用私刑，摆明了就是不把京兆府尹放在眼里。这换作是谁也忍不了。所以，为了他的权威，京兆府尹一定会保我。你放心，这一剑我特意避开了所有的脏腑经脉，不会有性命之虞。好好养一段日子便好了。对了，婷婷，你帮我去查一下那个女子家里的情况。既然我已认下，那便是我沈渊之欠她的。以后到了阴曹地府，即便是下到18层地狱，我也不后悔。有刺客！你，小姐，小姐，有刺客！绑架尚书千千，魏远侯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不是很好奇害死的人是谁？我告诉他，等我3年，从沙场回来，我就一定娶她。可因为你，我却失信。对不起。我理解你的痛苦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你把我杀了，你的心上人也不会死而复生。痛吗？既未触及经脉，又未伤及肺腑，能有多痛？你是永远不可能理解我的痛。既然你已经听到了，我没什么好辩解。我只希望你不要冲动，杀人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不会杀你。人死亡的时候，只有短短几秒的痛苦。可是像你这样虚伪自私的人，怎么能死得那么痛快？你想干嘛？我要你尝遍人世间一切痛苦，心如刀割，却生不如死。没想到一向不近女色的侯爷也会在房里藏女人。嘿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要是男人，就逃不过一个色字。九公主天天追着侯爷跑，
他都没看上。我拿半个月的薪水打赌，这女人一定是个绝色大美人。咱侯爷呀，哎呀，要是我也有这福气就好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哎，你们乱嚼什么舌根呢？我哥怎么可能金屋藏娇啊？公主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糟了，追！人呢？侯爷，你是谁？我也是奉命行事，你就从了我吧。要被吃了你不可！真香哎！鹰眼，把它处理掉。是。等等，你说，让我尝遍人世间一切苦痛，心如刀割，生不如死，就是用这种龌龊下流的手段吗？你愿意怎么想，随你。呸！狗屁魏元洪，我看不起你！你杀了我的家仆，是你先绑着我，我不过是自卫。如果你以为折磨我就可以让我痛不欲生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宁愿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追究你。你杀了他，证明他是个废物。威远侯府不养废物。变态！祖母，大哥，你怎么会在？旭哥哥，他是谁啊？旭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什么？我们两情相悦，他被歹人所拢，我将他救回侯府疗伤。待他养完伤之后，我们便会马上完婚，还请祖母成全。大哥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要娶她，那公主怎么办呀？星童，九公主千金之体，我与公主理应视为君臣，万不可亵渎。旭哥哥，你什么都安排好了，还需要我这个祖母成全？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爹早死，我若随你无媒苟合，我樊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祖母，爹走了，圣上命我承袭侯位，樊家的脸在我身上，不在您身上。无媒苟合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。我已经向尚书府提亲，3书6礼，明媒正娶。如今我这个老太婆是管不了你了。我不管她是谁家的女儿，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，我是不会认她做我的孙媳妇的。我樊家向来开明，没有什么是接受不了的。祖母应该是累了，才会受这些气。青铜，扶祖母回去休息。
还以为你会反驳，结果你倒是成了个哑巴。这里是威远侯府，他们都是你的亲人。我和你之间，他们会信谁？傻子都知道。我说什么有用吗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脸皮这么厚。为了撇清鲁人的关系，什么两情相悦、三书六礼、明媒正娶都出来了。你很聪明，心思缜密，会猜度人心，胆子够大，对自己还好。你若是个男人，倒是个人才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就算再聪明，也还是为情所困。你那个叫顾恒远的情郎，马上就要参加殿试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嫁入威远侯府。你这个疯子，拿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来折磨我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你说什么？今日之前，是我错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一般的挫折痛苦根本打击不了你，唯有断了你心中最大的念想，才能让你感受到和我一样真正的痛。你应该知道，你是杀不了我的。我是杀不了你。你不是恨我害死你爱的人吗？我把这条命赔给你，求你放过我的家人。我的家人都是无辜的，知道我求你好不好？别演戏了。如果我看的没错，你的簪子才刚打不过吧？簪头都磨圆了，你根本不想死，何必惺惺作态博同情？本来以为一个为爱发疯的人，心中至少也会有一块柔软之地，看来是我多想。会有机会好好了解一下我的夫人。说什么为了自己的心上人？我看你就是个色欲熏心的色鬼！你说对了，我就是看上你了，我要把你吃干净。小姐，你醒了，你没事吧？反
范先旭呢？侯爷一大早就离开侯府了。少夫人，老太太让我来告诉您，该去行早安了。祖母万福安康。小姐，什么小姐？不知道是谁用过的簸箕，一副残花败柳的身子，还敢进我们威远侯府的门，不知羞耻！祖母这是何意？我不过刚过门，威远侯府就是这样对待心腹的吗？呸！你少污蔑我们威远侯府！明明是你自己不守妇道，居然还有脸倒打一耙！新婚之夜竟未落红，你非处子之身，有什么资格坐上威远侯夫人的位置？我倒要去你们沈家好好的讨个说法。你到底是做贼心虚，还是疯了？我心虚什么？我是笑你们把无知当自信。且不说新婚之夜是否落红和是不是处子毫无关系，但凡看过几本医书，也不会如此浅薄。我若是簸箕，那你们高高在上的威远侯就是把烂扫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簸箕配扫帚绝配。人是他自己找的，气是他非要逞的。有本事你们找他去啊！同为女子，却只会用最上不得台面的谣言来重伤别的女人。和你们同类，我才是深以为耻。好个牙尖嘴利的贱人，不知天高地厚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，家法伺候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老实点，按住了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就是欠教训。听说沈尚书老婆死得早，这女儿没人管教，倒也正常。这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他这个德行，他娘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。别乱动！3日后我要回门，之后还要进宫向皇后娘娘行礼。我会当做今日无事发生。祖母一定要护我周全。若之后我身体有任何不适，即便是捅破天，我一定要拉你威远侯府一起去死。你。祖母万福安康，孙媳的安就到此为止了。疯子，他就是个疯子。
小姐，你一定很疼吧？你为什么不解释？姑爷昨晚根本就没有和你圆房。欲加之罪，说与不说都是错。总归是有人想要害你，防是防不住的。我本来以为小姐要被打死了，他们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人确实打不过，但我知道人性的自私和恐惧，所以我特地挑了个体型最大的死咬不放。我就是要让他们害怕。我赌赢了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侯爷也真是的，既然把人娶回来，就这么不管不顾的让人欺负。这不正合了樊兴虚的意吗？他想让我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，我给他看便是。我看到了，还不够。你出去。夫人，方才听说你赌赢了，为夫竟然不知你如此好赌，不如我陪你赌一把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给你一个机会，若你能够让你的心上人抛下一切功名，与你远走高飞，我便放下一切恩怨，与你自由。在这个府里，我才是光脚的人。我赌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一言为定。老爷一夜未眠，这一大早呀，就在等你们回门了。爹，人没事就好了。岳父大人，哼！老爷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那就要看你这情郎愿不愿意了。我已经买通了马夫，他会接应我们，今晚就走。威远侯府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殿试即将开始，我离开不了京城。你不是说你考取功名是为了和我匹配，为了求娶我吗？如今我被迫嫁人，受尽屈辱，还有什么比救我出火坑更重要的呢？元直，别做梦了。就算我们私奔，我们也逃离不了京城。魏远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顾恒远，你看清楚，这些伤都是我为你受的。我沈元直，我长这么大受过所有的苦都没有你带给我的多。你真的要负了我吗？元直，你冷静点，万一让人发现了，这样。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，待到事情有所转机，哦不，待我殿试结束之后，你等我小心，照顾好自己。
你就不好奇，为何你心心念念的情郎对你如此狠心决绝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沈渊只要拉你一起私奔，小点声。他怎么敢的？那个威远侯如此厉害，他就不怕被抓到，扒他几层皮啊？想必他在威远侯府的日子应该不好过。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万一把我们俩的事情全说出去，那就完了。那怕什么？到时候就说是他耐不住寂寞，主动勾引的你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就算是老爷都保不了她。就你坏心眼儿最多。我再坏，不也是你的人？元稹，你听我解释。元稹，枉我自诩聪明，却不过是个笑话。不是。好，真好。沈元芷，你要是敢出去乱说一句，我就让恒远去告诉威远侯，告诉他你不守妇道，勾引他去。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说我。元芷，娘子，怎么回事？谁伤了你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重要吗？你说过，要让我尝遍一切苦痛，心如刀割，却生不如死。你办到了，我现在真的感觉很痛，很痛。但是这种痛苦，怎么能只让我一个人尝呢？你就不好奇，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不用一再提醒我，是你杀了他。今日之事，谢谢你。谢我？我一直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，认为自己慧眼独具。是你帮了我，让我知道自己有多愚笨，竟把画本子里的故事当真，将榆木认作珍珠，白瞎了一片真心。情爱如砒霜，你助我勘破此道，如此大恩，自然要谢。这么快便断情绝爱了？他既负我，我又何必为了他动心伤情？我若爱他，便是至死不渝也心甘情愿；我若不爱他，便是即刻放下，又如何？果然是个冷心冷情的人。所以我不会再做这个替罪羊了。那日你为我神服，顾恒远电视在即，于是他央我，让我替他顶下马车撞人之过。他告诉我，以我尚书千金的身份，
父亲定会保我性命无虞。之前承认的是你，现在反口的也是你。你想利用我来报复你的情郎，当我是个傻子吗？是我一时被蒙蔽，做了个错误的决策。如今拨乱反正还来得及。说我所言为真，你赌得起吗？仇人逍遥法外，爱人死不瞑目，这就是你魏远侯心心念念的复仇。若换做我，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放过一个。昨日饮，今日果。即使你口灿莲花，我也一字不信。使团已经出发，不日将抵达边境。两国和谈在即，这是最好的时机，可以兵不血刃地收回失地，拿回10州郡县。说，给你传信劫杀使团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同是大燕人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说，我真的不清楚是谁，我只知道明日在醉阁房，那人会给出最后指令。听到了吗？别大草惊蛇。我现在去布置。繁星旭此人谨慎机密，多智近妖，到底用什么法子才能取信于他？听下人说，我大哥去了醉歌坊，可是他以前从来不喜欢去那些烟花之地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嫂嫂刚进门，这人就转了性。要不说呢，这女人没本事，男人就偷吃。醉歌坊，此去必是出有因，与我倒是个机会。多谢小妹告知，我一定铭记于心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既嫁了进来，便是威远侯府的主母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自然不能让他舒服。你真是个疯女人！气死我了！
子看了奴家这么久，就不怕你的新婚娘子不满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夫君怕是在边关待久了，这侯府并非铁板一块。有道是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更何况只是一个想知道丈夫去哪儿的妻子。别在这儿跟我发疯！对，我就是要疯了！我这么爱你，你却如此辜负我。我告诉你，说你不和这歌女彻底了断，我便跟你同归于尽。繁星絮查得很紧，怕是一件。我今日就要捉你的奸。娶我的时候，说共赏明月清风，不负红尘情深；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庶务的时候，说此生为妾，永不相负。如今不过短短3年，便夜夜宿在这醉歌坊，却不愿意再看我一眼。夫君，你的心可真狠啊！娘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乖，别闹。这醉歌坊的舞娘，哪及得上你半分？说吧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。我现在确实找不到证据，但是顾恒远绝不无辜。你若真要为你死去的爱人复仇，便不能只报复我一人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我和顾恒远是同谋，是共犯。那辆马车就是我们私会用的，若不是我们私相授受，他也不可能支开马夫，便不会发生当街纵马、伤人致死之事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若你不信我，就让我跟他一起下地狱吧。从杀人凶手变成替人顶罪，如今又成了同谋。你还真是为达目的，撒谎成性，不择手段。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尽可去验证。他最大的把柄就在你手上，何须借我之手？我一个普通女子，不凭无据，要为自己伸张正义，实在太难。可我抓心挠肺，实在太想看到坏人的报应。你能帮帮我吗？什么？你让我假传消息，让上面以为和谈的使团里窝藏着刺客？怕什么？既然半路劫杀失败，那我们就利用好这一点，让朝臣推波助澜弹劾，一样能阻止使团入境。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要见一见你的主子。是繁星穴让你来的。跟上。不舒服，我还当你见惯了尸体。刚才那个人，你是故意放走的吧？地上的人明明可以救，你却故意让他送死。你这么做，只是想让对方失去判断，误以为你的目的是要抓他，而你真正想要的，是要利用他，找到你要找的人。
喜欢在人前展示自己的小聪明，并不是件聪明的事。不过换个角度，在谈判之前适当展示自己的筹码，确实更容易成交。你成功了，我可以帮你复仇，但你同样需要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让你爹户部侍郎沈萧上书，在收复10州失地之事上祝贺。如果你做得到，我可以让你的旧情人顾恒远前途尽毁。来，夫人，喝点汤。夫人，怎么了？莫不是吃坏了东西？来人呐，快去请大夫！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爹，夫君特意请来了太医为您诊平安脉。夫人，这是……哎呀，太医，你来的正好。你母亲身体有恙，劳请太医帮忙看看。恭喜尚书大人，夫人身子并无大碍，只是有些害喜，开些调和气血的安胎药便可。什么？老爷，您听见了吗？不枉我日日求神拜佛，上天终于垂怜，给了我们一个孩子。老爷，这回我们沈家总算是后继有人了。说，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？野种？什么野种？老爷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呀！老爷，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沈家的事，你怎能如此冤枉我呀？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，我还是你日夜相对的枕边人呢，信他不信我？你个小贱人，你想害死我！若你不小心伤了他，才是真的要害死自己。爹，你就让他死个明白吧。10年前，我8岁，母亲病逝后，父亲娶了秦姨娘。你是沈元芷吗？真可人。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一滴都不能剩，给我滚！为了避免其他姨娘怀孕，你就逼着他们喝避子汤，往死里滚！一派胡言，老爷你别信他。当年我无意中发现此事，便打算偷偷告诉父亲。本来以为父亲会家法处置，没有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我娶你过门之后，就发现自己身体患有隐疾，不能再生育子女。我自觉对不起你，对你的行为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对你如此疼爱，如此宽容，你就这么待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侯爷，此人方才躲在门外偷听，之后又见他鬼鬼祟祟拿着包袱想要离开，属下觉得他甚是可疑，便将他抓了起来。好你个没有良心的顾恒远，在床上甜言蜜语哄着我，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就想一走了之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够了！
从今往后，沈家再没你这个人。至于你，听说这位可是要参加殿试的举子，如此污秽之人，怎可脏了圣上的眼？我会通知礼部一声，取消他的考试资格。老爷，我错了，老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是他诱骗于我，我是无辜的，老爷。元稹，听我说说话。念在你我万人救行的份上，你求情啊，求情啊，元稹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神府！现在，马上，立刻！夫君办事果然爽快。彼此。我相信你是个守信男。戏台子已经帮你搭好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等他们发现孩子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时候，一定更有意思。没有我，有一天你也会成功的。我还是喜欢我自己的仇自己报。我自是没有夫君的本事，既然可以借势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？是自己亲自切下的梨，还是别人切好送到我面前的？只要最后吃到梨的人是我就行了。别以为我同你做了笔买卖，便能逃过一劫。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范兴旭，我要跟你和离。一路行来，该问的都问了，可是却没人知晓。满为何会突然发狂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老板，几日前在此发生的撞马事件，你可知过程？不知道。谢谢。您这边看看花布。卖花布嘞，快来看看呀！你好，几日前在此发生的撞马事件，你可知过程？不知道，谢谢。来了，瞧一瞧嘞！你确定要把她卖到醉阁坊吗？她现在毕竟是威远侯的夫人，要是被樊兴旭知道的话，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是那个樊兴旭找到他，他的名声也已经臭了。侯府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娼妇进门？现在有贵人想要他的命，你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挡路者死。范兴旭，你救我！石元稹，醒醒！范兴旭，好热。
繁星絮有多爱重你，爱重到无论如何都不愿与你和离。你是这个意思，是吗？爱重。不论九公主如何理解，这都是我当下的困境。我知晓你对繁星絮的情谊，既然大家各有所需，为什么不能坐在同一条船上？不过是一个男人，你要便要了。有些事可一可二，不可再三，不然这生意便做不成了。任凭你身份再如何尊贵，在情字面前，也是百爪挠心，爱而不得。你在羞辱我，我在帮你，帮你接近繁星絮，帮你加入威远侯府，帮你取而代之，成为威远侯府的当家主母。而我只需要一个理由，一个让我自请下堂，顺利和离的理由。你想怎么做？对不起，是你不想放过我，我只想保护我自己。纸上抹了迷药。我试过，这药效至少有半日有余，你怎么会？我在外行军打仗，像这样的迷药已中过不下100次，我的身体早就习惯了。夫君当真是睚眦必报。睚眦必报，难道不是快意恩仇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条人命。九公主，九公主，你不能这样！九公主，还请公主注意分寸。沈元池，你敢耍我？你之前不说要把繁星絮送什么？送上他的床。公主，不管他说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和我置气。九公主尚未出嫁，不懂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，让你见笑了，公主。还有，像醉歌坊这种地方，九公主还是少来的好，免得让人说了闲话，污了公主的名声。公主，请。好，你们夫妻一体，戏耍于我，今日之辱，来日我定要百倍奉还。九公主，还请替我们闭好门。所以今日你整这一出，就是为了把我送出去，好以此为由与我和离，是吗？她是圣上的胞妹，若我真与她有了首尾，便不得不接下这个烫手山芋。虽然手段上不了台面，倒是个好计策。说的好像你逼我嫁给你，便上得了台面了。不止于此吧，秦氏还有顾恒远，也都是你的手笔吧？都懂了吗？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你买通了醉歌坊的管事，让秦氏误以为你得罪了贵人，有人要加害于你，让他心甘情愿去做那把刀。事成之后，你若告发，他们便是如何也洗脱不了干系。螳螂捕蝉，蝉却想吞掉螳螂。更大度的发妻了，为了一己私利，把自己的夫君设计到别人的床上去，
今日你我若异地而处，这无耻行径真是令人恶心。如何异地而处？自古男女之事，尺度准绳从不相等。始乱终弃，以妾换马，影响男人建功立业，留名千古了吗？一个女人，终其一生睡了第二个男人，那便是伤风败俗，水性杨花。但若是一个男人睡了100个、1000个女人，他会是什么？他会是有后宫佳丽3000不止的天下最尊贵之人。你个疯子！像这种忤逆之言，不要再说了。放开我！侯爷，范兴旭，你先放开我！侯爷，之前放出去的有消息了。范兴旭，你放我下来！沈渊之，你太低估他了，真是活该。你醒了，姑娘。你也是被他们绑来的吗？他们？如今这繁星旭的胞弟和妻子都在我们手上，要对付他，还不易如反掌？还是主上英明，把人看好了。你是？我一直在外求学，今日得知兄长大婚，特意赶回来庆贺。不想在城外遭了埋伏，被这些贼人抓了去。你就是我兄长要迎娶的沈家嫡女沈胭脂吧？是。小叔，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，你帮我个忙。人呢？人不见了！走。快起来！别管我，逃出去！赶快去报官！可是，快走啊！你们是谁？为何要抓我？要怪就怪你嫁了个好夫君。放心，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个痛快。夫妻又如何？大难临头也是各自飞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樊兴旭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？你们找他便是。就算是千刀万剐，也是他的命。我不过是个无辜之人，放了我，什么条件都可以谈。
你倒是惜命。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命更重要，更何况只是个男人。如果你觉得杀了我能让他痛苦，那就大错特错。他这个人偏执又自大，根本不会爱人。对不起，你就是再巧舌如簧，今日都要命丧此地。主上，有着侯府主母在咱们手里，我相信繁星旭他一定会来。到时候咱们就给他来个引军入瓮，然后一击毙命。你笑什么？繁星旭视我为仇敌，巴不得我死，用我来做饵根本没用。若真能杀了他，我第一个谢你们。为父虽然来晚了些，让你受了些皮肉之苦，你也不能因此怪罪我。你要相信我。繁星旭，你倒是自大，当真一人赴约？她是我明媒正娶唯一的妻子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救她。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就一定做到。但唯一的要求是不能伤害她。我要什么？我要你的命！你现在放了我，兴许还能活，拿我做人质，只会死得更快。你给我少废话！放了他，我可以让你走。繁星旭，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你想救他，就拿自己的命来换！好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不过是戏弄于你。闭嘴！你实在太让我伤心了，娘子。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却视之为婢女，那就不能怪我。娘子，我特意避开了要害，放心，死不了。你是故意的，你这个骗子！侯爷，之前放出去的饵有消息了。范星旭，你放开我！我有证据，可以证明何为兰之死另有隐情。你说这马儿彻底疯了？是啊，小姐。自打上次当街纵马以后，这马就变得极难控制，还时常嘶吼撞击。我寻了大夫，可是这大夫也看不出什么问题。再过几天，这马就要被拉出去杀了。纵马前，他从未有任何怪异之处。没有。有没有可能是外伤导致的？这里里外外我都看过了，没有什么伤口啊。去救人。是，小姐。找到了。小姐，这究竟是哪个混蛋做的事啊？这是。马儿发狂所在的位置，就是最好的下手点。那是2楼的位置，本来已经有客人定下，之后又来了几个人，非要坐那儿，为此还差点打了起来，最后花了3倍的价钱才拿下了那个位置。你可还记得那几个人的长相？脸圆圆的，有点小胡子。我根据掌柜的供述，临摹了画像。画中人和你那日在醉歌坊追的蓝衣公子相貌极为相仿。这些人从头至尾针对的人都是你。神府的马车只是正好经过，就算没有神府，也会是张府、李府，而整件事情里，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贺微兰是被你害死的。
你以为你一面之词，我便会信你吗？你别忘了，你刚才还想加害于我。我知晓你不会相信我，所以九公主这步棋才不得不试。如今此路既然不通，自然要试试别的法子。我今日之言，你尽可以去查验。倒也不用那么麻烦，眼下倒是有个机会。什么机会二弟怕是逾矩了吧？我的夫人，我自会照顾。小姐，快把药喝了。大夫说了，你这回要好好养伤，不然这胳膊以后就废了。不能喝！这药不能喝。二爷，你疯了！这药是我熬了很久才熬好的。这药被人换了，虽不是毒药，但有人中饱私囊，换了类似的便宜药材，吃了不仅不会好起来，还会因此耽误治疗时机，留下病根子。怎么会？现在全府上下都知道，你这伤是我大哥亲自弄的。他这个人我很了解，对喜欢的人和事最是护短，反之，则极尽一切去毁掉。他任由流言传播，全府上下都会将你视作可以羞辱的对象。一个人只要虚荣，便会产生恐惧，然后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困境中，最后便会见识到人性最恶的一面。等他攒够了失望和沮丧，那口心情也便消磨殆尽了。我带你去看府医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他病了，我带他去看府医。她是你嫂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有真的把她当做妻子吗？放开她！范星辰，人言可畏，有些事我做不得，你做不得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，想勾引我弟，指望他救我？对，我就是想勾引你弟。至少他不会像你这样冷血无情。就算你要给我戴绿帽子，也要换个人戴。他，你惹不起。让所有人看不起我，把我当做案板上的鱼肉，你很开心吧？现在又何必惺惺作态？你说对了一半。我确实想让人孤立你，羞辱你，可我并不开心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过，一个人一旦虚弱，便会产生恐惧，最后陷入无休无止的困境。可是你并不害怕，所以我不高兴。范生旭，从这里掉下去，你会感觉害怕？你不杀我，又不让我死。我求你放了我是错，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是错，我想讨好，让你觉得我有利用价值还是错。既然都是错，当然要为自己搏一搏。本想借刀杀人，自己却成了被杀之人。
范兴旭，输给你，我认。你可不像这么容易认输的。既然什么都试过，只差最后一个。哦，还差什么？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。沈元直，小姐，沈元直，沈元直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快醒醒啊！沈元直，小姐，小姐，醒醒！小姐，小姐。想一丝解脱，绝不可能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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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怎么样？还好吗？真是娶了个扫把星继母，这身子板他是也活不了几日，到时候死在侯府，传出去还不知道要被笑话多久。祖母，嫂子只是不小心落水，府医说了并无大碍，醒过来好好调理就好了。你怎么还偏袒她说话？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厉害，搅得整个家宅不宁。祖母，人醒了。相公，大嫂，你认错人了，这是你小叔子，那才是你相公。他不是我相公，他才是。你再说一次。好疼，你放开我！相公，我怕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勾引我大孙子就算了，还想勾搭我小孙子，我今日定要不为你！晨儿，你打我相公！闹够了没？我都说了，你不是我相公。你太让我伤心了，娘子。我说了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啊？我头好疼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你这样对我，就不怕你的心上人死不瞑目吗？不装了，好玩吗？你不是说我给你戴绿帽子吗？那我就戴给你看，好看吗？少碰我！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范星辰，那我便给你个机会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能够让他爱上你，得到他的全部信任，我便放你自由。
来干什么？相公，我是你娘子，来找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估计是伤到了脑子。我不是你相公，大嫂。别紧张，我没有失忆。如果我说我移情别恋，爱上你了，你信吗？繁星绪让我勾引，取得你的信任，让我做你身边的一个棋子。小叔在害羞呢，别回头，他在门外看着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比起他，我更相信你。他3番5次想置我于死地，我更想跟你成交。我信。因为我也喜欢你。刚刚还说喜欢我，怎么现在连看都不敢看了？我只是谨记书中所言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嫂嫂这说的和做的，还真是两个样子。当我失言，不如我们具体谈谈合作的事项。那要看看你的诚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能？接风宴是，繁星绪在朝上联合几位主和的大臣，说服了皇上进行和谈。他想兵不血刃地收回10州郡县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其中有你的父亲，尚书沈大人。朝堂之事，我一个女子，自然是不知道。当然，这几日使团就要到达汴京，繁星绪会在侯府为其办接风宴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瓶中是鸩毒，毒性猛烈，无色无味，融入酒水中几乎不会察觉。你只需要在接风宴上将此毒下在大使节身上即可。所以，你真的是细作？言不尽意，终不是。愿君不负此言。诸位远道而来，不胜辛劳，我在此敬诸位一杯，愿两国交好，共享太平之福，万世之宜。谢侯夫人吉言。我怎么不知道，这威远侯府什么时候变了天了？一个后宅妇人也能登堂入室，在宾客面前大放厥词。九公主此言何意？我既嫁了进来，就是威远侯府的当家主母，掌家中大事，统摄内外，居中调和，为家族之兴旺。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礼待宾客。九公主对此
是有什么不满吗？威远侯，这次使节入汴京有多重要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就不怕他犯错，影响了两国的交涉？今日是迎接贵客的接风宴，还请公主以大局为重，莫要因为针对我失了皇家的风范。还真是伶牙俐嘴。主母之位，既为尊贵，亦为重任。此次接风，它代表的不仅是我侯府，亦是我大燕。夫人持家有道，礼数周全，我自然是乐得清闲。看来公主多虑了。你们夫妻二人，还真是琴瑟和鸣，伉俪同心。多谢公主厚遇。嫂嫂不是要敬酒吗？别让宾客久等了。请。友谊长存。时间，这酒，时间有毒。来人！沈元芷，你竟敢毒害使节！魏远侯，他定是敌国的细作，是来破坏和谈。把人给我带上来！我倒想看看九公主有什么证据。若我夫人真是细作，国有国法，我定不是非，不必过。这位侯爷肯定见过，她就是您夫人的继母。日前因为被沈元芷诬陷，已经被赶出沈府。秦氏，你不用怕，今日由本公主给你做主。你知道什么，尽管说出来便是。他母亲早逝，父亲续弦，将我娶进了门。我一直将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养育，没有想到他却担心我生出嫡子嫡女来，抢夺他的恩宠。于是，在暗中给我和府中其他妾室偷偷下了婢子汤，导致我们再也无法延续香火。且不说你颠倒黑白，即便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些也不过是后宅阴私，和谋害使节又有何干？你闭嘴！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他把我赶出沈家之后，我就偷偷的暗中观察，发现他经常跟一些行踪诡异之人有着密切联系。这些人并非大燕之人，接风宴前更是看到他们私下有交换一些东西，想必一定是跟谋害使节有关。沈元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派胡言！我和此人有仇，他的话不可取信。除了这所谓的人证之外，你可还有物证？你没有，我有。证据就在这里，这酒里有毒，下毒之人想要害的是我，而非使节。你说这酒里有毒？方才我要敬酒的时候，因为被九公主打断，我误拿了使节的酒杯，而他却在喝了我应该喝的那杯酒后中毒。
所以我敢断言，下毒之人要害的是我。不过，却阴差阳错害了旁人。于是，为了不引人怀疑，他干脆祸水东移，将一切栽赃到我头上。所以，下毒之人就是你。你敢诬陷本公主？你有何证据？还请侯爷将这酒和大使节的酒进行对比，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。你疯了吗？竟敢拍咬公主！旭儿，你们还不快快把她抓起来！谋害使团，污蔑皇室血脉，其罪当诛。沈元直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就地正法。我看谁敢抓我！我虽一介妇孺，但也是大阉人。今日之事，若九公主执意不肯承认，那便不是私仇，而是国恨。勾结外敌，谋害使节，我死不足惜。但若因为此事导致两国和谈破裂，甚至引发战事，身为皇家之女，既享了庶民之俸，就必担天下之责。九公主，你宁愿牺牲大燕百姓，也不愿承认错误吗？倒犯天罡！侯爷，是鸩毒。你一直都在利用我！不是，九公主，是。夫君方才用手挡住我的双眼，是怕我被剑魔的死吓到了吗？我是怕夫人太高兴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忍不住笑出来，不好了。你倒是了解。范兴旭，你要干嘛？随身带了鸩毒，你不信吗？侯爷，在使团接风宴上，下毒之人已经拷问，他说只是收钱办事，确实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。对方的手既然能伸到我威远侯府，想必身份不简单。先别打草惊蛇，继续查。是。
听了这么久的墙角，夫人不累吗？你交代我办的事有眉目了。繁星城果然有问题，但他并不完全信任我，他想试探我，让我在接风宴上给使团下毒。看来他是做了2手准备，一边交代我，一边安排了自己的人。未必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要下毒害人的人，可能不止一个？这事做不得。不，这毒必须下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彻底取信于他。可是，我自有应对之计。所以你的应对之计就是让大使节陪你演戏，假意中毒，引出幕后之人。什么可以解百毒的药，都是虚晃一枪。你确定繁星城会信你吗？不管他信或不信，他都得信。更何况还炸出来一个九公主，这戏演的不亏。还有你，自作主张，把毒下到自己酒里，非要当众拉九公主下马，你就不怕我不保你吗？他搬出秦氏的时候，我便确定，之前在侯府安插人下毒的是他，他的目标是我，而非世界。我这么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自保。再说，此事皆因你而起，因为我红颜祸水，你这算是风流祸根。传圣上口谕，九公主任性妄为，身为皇家公主，却无大局之念，屡次滋事惹祸。即日起，禁足于宫中，闭门思过。繁星絮，我定不会放过你们！小姐，别凉着了。以后别叫我小姐了，免得平白被人抓了把柄。是，夫人。放心吧，很快便能叫回来了。只是现在我有个难题，还不知道怎么解。什么难题？鹬蚌相争，这渔翁到底要如何才能得利呢？是坐山观虎斗，还是挑动双方矛盾，让他们两败俱伤？但是这样的话，渔翁可能未必会全身而退。夫人，谁是鹬蚌，谁又是渔翁？您现在说话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不懂是福气。丁丁，你先回去，帮我将盥洗的东西准备一下。是。小叔子既然来了，不给嫂嫂请个安吗？可惜了，就差一点。你说繁星絮那瓶能解百毒的丹药，是真是假？不可能作假吧？这大使节的命可都是靠他续上的。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小叔子不会不认账吧？嫂嫂担心什么？我这人最讲诚信。这件事虽然结果不如我意，但是嫂嫂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的样子，我还真是惊为天人。这样的人才困在小小的威远侯府，真是屈才了。过誉了，我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只想过一些简单的生活。你们威远侯府藏龙卧虎，拨云诡谲，是我配不上他。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具体的交易了？繁星絮有一枚印章，平时贴身存放。贴身印章如此重要，一旦离身，必会很快发现。不会让你去偷，你只需要
在我准备的空白文书上盖章即可。此事若成，我保证繁星穴一定会死无全尸，届时你跟他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若他出事，你可以保证我全身而退，不被牵连。嫂嫂也别忘了，我是他的胞弟，你尽管去做就好。还有，你很聪明，但我可不太喜欢别人质疑我。有人说过，我向来口无遮拦，你可能需要习惯一下。夜黑风高，小叔子还是早些休息的好。贴身存放。半夜3点，夫人不请自来，意欲何为？今日之事，我是越想越后怕。我思来想去，若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别少话呀，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突然觉得，与其想尽办法离开你，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？繁星轩，我曾经看过一个画本子，画本子里的女人被男人囚禁、报复，却因为无人依靠，恐惧害怕到极点之后，最后反而爱上了那个男人。你说，我会不会和那个女子一般，爱上你了？滚！别用你对范星辰那套来对我。还有，别让我抓到你成把柄。还不滚！让我再说一遍。皇兄特意让我向大使节赔罪，是本公主不懂事，错信了歹人，差点破坏了和谈。这次和谈的圆满，是两国携手共荣的见证。本公主愿尽地主之谊，向使团赔罪。九公主言重了。我已经认真反省过，之前是我太鲁莽，不懂顾全大局。所幸大使节身有祥瑞，逢凶化吉。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我想寻一件独特的礼物赠予使团。我大燕以紫貂为己，听闻这围场曾在月余前出现过紫貂，此兽聪慧灵敏，可谓是稀世珍宝。若能猎得此物，赠予使团，结两国之好，岂不是一段佳话？侯爷，若论剑术，我大燕无人能出其右。敢问侯爷是否愿意一展身手，替我寻一寻这紫貂？魏月侯，不若我们比比看。既然来到了围场，自然是要猎上你。请。
在这里等我，哪儿都别去。撤！死定了！我来帮他。本公主最喜骑射，今日你便是我的猎物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留一具全尸的。公主说最喜欢骑射，不过这射箭的功夫不过尔。强弩之末，嘴巴还是这么讨厌。你今日杀我，就不怕繁星绪发现，对你心生厌恶吗？我杀你。今日威远侯离开之后，围场惊马，威远侯夫人受惊之下，慌不择路跑进了山林，最后中箭身亡。我策马去追，却只寻到了一具尸体。这个故事无聊又烂俗，毫无新意，我不喜欢。对了，那次贺薇兰当街撞马而死的故事，也是你撒的狗血吧？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就让你做个明白鬼。贺薇兰那个贱人，确实是我杀的。我知道繁星绪心有所属，但他一直将人保护得很好，我找了很久方才找到他。就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，他就正好撞在了马下。那匹马也是匹疯马，无论马夫如何都拉不住他。你说，这可不就是命吗？有的人命比草贱。哦，就轻轻推了一下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的品味居然这么差，竟然看上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孤女，真让人失望。相比起来，我还是更喜欢你，至少你配做我的对手。那我真是谢谢你，可我不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啊。看不起我？是，我看不起你。公主乃天皇贵胄，是这大燕身份最尊贵的女人，拥有普通女子永远无法触碰的权柄。这样的权利，你不去和男人争夺话语权，争夺实实在在的利益，你用来争风吃醋，甚至不惜违背律法，去谋害和你一样身为女子的平民。所以，我看不起你。你懂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？你不也是一样，为了一个男人，搞得鸡飞狗跳，身不由己。看来这个秦氏把我卖了个彻底。是，所以我让那个狗男人滚了。公主你呢？你也可以放下繁星绪，少背几条人命，替自己积点德。
我从来不想和你成为敌人。说够了吧？说够了，就下黄泉吧！戏看够了，舍得出来了。你们炸我！薇兰是你设计害死的。不是我方才都是乱说的，是他指鹿为马，他才是凶手。你要杀我，我可是公主，你为了一个民女竟然要杀我！这些人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高手，便是你，想要全身而退也并非易事，更何况还要带上他。不可！给我追！杀了他，一个不留！你受伤了，快走！什么高手，一群废物，到现在都没解决掉。夫人把我衣服脱成这样，就不怕我对你做什么吗？你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这副样子，就算想对我做什么，也是有心无力。你既然知道九公主要对付我，甚至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怎么就没有想到还有高手埋伏呢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公主亲口承认杀死薇兰之后，你便可以洗脱罪责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冒着生命危险，好不容易从她嘴里掏出了真相，还不能证明我的清白无辜吗？你是眼下耳聋吗？你心上人的死确实还有疑点，但这不是你威远侯颠倒黑白、针对我的理由。别忘了，是你一直在引导我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你把剑拔了，不想我死的话，动作快一点。方才还是我的命在你手上，你还真是不怕我害你？不怕。繁星穴，好疼。我看你有点难受，所以。沈元志，你真的很讨厌。我知道，你不止讨厌我，还十分厌恶我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很清楚。你不知道，好几次我恨不得直接。范星旭，是你逼我的，
我只想活下去，你别怪我。还好，我没杀你，对不起。他若重伤不治，死在这里，我便成了寡妇，不仅不用费尽心思逃离魏远侯府，也不用再冒险和繁星辰合作。可是今日若不是他救我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不，沈渊之，你清醒点，没有他的存在，你根本不会遇到这些人和事。你没事吧？你方才……我刚刚出去打了点水，可惜都洒了。没事，这围场里有不少兽类，你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好了。夫妻一场，大难临头，还是同舟共济吧。那个，昨晚下雪了，所以走，得赶紧离开这里，找大夫医治。把我放下，你自己走吧。不行，我不能抛下你。你就不怕我抓着你一辈子不放手吗？若我死了，你就自由了。如果我把你抛弃了，如果你命但没有死，那我岂不是罪大恶极？你放心，我救你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不想给自己留下后患。就当是
见的人情。你把手给我。你想干嘛？这是我的印记，日后出了什么事，你把它交给鹰眼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真的要交给我吗？你暂时替我保管，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，你再把它还给我。走。到了，我马上去叫大夫。禁军，圣上到了。魏彦侯，我等奉皇命在此驻守，现下围场已经封禁，所有人都要带回去盘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昨日，九公主在围场中遇伏身亡。世杰酒后失态，杀了我大燕的公主，此等肆意妄为，理应问斩。我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圣上，此事上有诸多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人就死在他的帐内，他酒醉不醒，地上全是他的血。九公主平日确实被我宠得有些任性，但她毕竟是我的妹妹，是大燕的公主。丧妹之痛，孤岂能忍？那些所谓的高手，面上是九公主的人，实则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调虎离山，破坏和谈。圣上，和谈之事关系两国百姓福祉，若此事真与使节有关，再行定论亦可。罪证确凿，不是他还有谁？和谈作罢，若不将其绳之以法，如何对得起王美之灵？此人罪不可赦，必斩。以示警戒，方能为我心头之恨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我也不知为何九公主会在我的帐内。圣上，和谈之事一直是由臣负责。昨日公主遇难，臣难辞其咎。臣愿以魏远侯之位作保，恳请圣上给我3日时间查清楚原委，给圣上一个交代。若臣不能替九公主洗脱冤情，臣任凭圣上处置。很疼吧？你在关心我？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自己。认识你以来，这样的痛我都不知道尝了多少次。身体发福都是我的，我却没有保护好自己。很好，凡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你这罪没白受。好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先走了。留下来吧。留下来干嘛？别误会，杀死九公主的凶手还没有找到，而我又在查办此事，以防万一，你还是不要一个人待着。原来你在担心我。你别误会，其实我知道，你为人虽狠辣，但痴心一片。除了何薇兰，心里容不下第二个女人。
我不会会错意的。你想做什么？这几日发生太多事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以前我娘还在世的时候，都会握着我的手入睡，这样我便睡得安心了。你要的东西，红颜果然是祸水，就是繁星絮也逃不掉。红颜若是祸水，那须眉不都是灾星了？这些都是失败的男人给自己找的借口吧。当然，小叔和他们不一样，无深信，子之才，前途未可限量。大事既定，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那是自然。繁星絮那边，他在忙九公主的事，在他未察觉之前，你最好动作快一些。魏远侯，这就是你查出的结果。圣上，此案分明是有人故意杀害九公主，嫁祸于大使节，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和谈，让两国陷于仇恨之中。有何证据？经仵作仔细查验，九公主的死因是窒息，应是被人掐住脖颈，导致无法呼吸而亡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臣发现公主的脖颈、手腕、头皮等处皆留有细微的伤口，而这些伤口来自于围场的荆棘。这又如何？她进入围场狩猎，被荆棘划了几个口子，那有什么好稀奇的？确实不稀奇。但如果这些伤口是死后才出现的呢？活人的血流动快，受伤后容易血流不止，但死人却大不相同。血液流速慢，且颜色与活人愈合的伤口有所不同，所以臣断定，九公主身上的伤，至少是死后2个时辰才出现。你的意思是，大使节进帐之前，九公主就已经死了，而九公主并非死于大使节酒后误杀，而是白日在围场已经死亡。凶手将她的尸体从林间拖拽回来，安放于大使节房内。另外，臣发现，在大使节的酒中有人故意下药，使其昏迷。下药之人我已经抓住，只可惜他是被人以书信收买，并未见过收买之人。可恶！到底是谁？太后驾到！母后，太后吉祥。不用说了，都起来吧。方才哀家在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我的小九才刚刚及笄不久，便惨遭此难。他死得如此痛苦，哀家实在是寝食难安。魏远侯说是有人利用小九的死破坏和谈，我看却不尽然，因为这和谈是你主持的，使节团也是你负责招待的，此事与你利益甚大，难保不会有意包庇。且之前小九被禁足，究其原因，也是因你们夫妻2人所起。你的调查结果，我不信。母后，此事
圣上，边关急报，威远侯擅自调动兵马，致使防线空虚，邻邦趁隙而入，大举来犯。我军措手不及，折损将士甚众，情势万分危急，还请陛下定夺。魏远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文书上的印鉴是真，可是此文书并非我所发出。圣上，臣要告发樊兴绪通敌叛国之罪。他早与大使节勾连，收受其好处，想要在和谈中谋利。其次，他提及的给大使节下药之人，就是他故意买通做伪证的替死鬼。圣上若不信，可以召此人上殿询问。一派胡言！圣上，圣上，他这是故意诬陷。圣上，臣妇有事相报。这边关文书，臣妇在侯府见过，由夫君亲自送出。臣妇惶恐，实在不敢隐瞒，这关系到两国民生，望圣上明察。魏远侯樊兴绪煽动兵马，致边疆大乱，大使节杀害九公主，魏远侯故意包庇，罪无可恕。即日起褫夺其侯位，将此一干细人缉拿入狱，即刻问斩。左右逢源，见风使舵，使我高看了你不是心心念念你的心上人吗？我只是想成全你。这次如此顺利，多亏了有你误导樊兴绪，给了他错误的线索。之前被他抓住，审讯的时候，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啊！要不是你把我救出来，也不会有我今日。上面允我几日后离府，这侯府很快便会被朝廷收回。等我将在外礼佛的妹妹和祖母接回，我便带他们离开大燕。宁王答应给我的新身份和勋爵之位，主上不希望两国和谈成功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他之前说过的话也必然不会忘。这是主上提早为你准备的通关文牒。那便好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做。何事啊？小叔这是何意？想要杀人灭口吗？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向来短命。不是已经被……我没有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们耍我！是我让他主动接近，也是我让他故意自保，将目的告诉我。一切都只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，让这场戏更逼真罢了。
你这个人向来自负，绝对不会相信自己判断失误。沈渊之，他几次三番要杀你，却回来将你日日折磨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并不是我不想与你合作，一开始我确实存了在你与他之间周旋谋利的心思，鹬蚌相争。沈渊之，沈渊之，沈渊之，你的人情我还了。渊之，没事。把人带走，把他们交给刑部。是。有件事我很好奇，你的心思如此缜密，算计得分毫不差。如你这般之人，九公主的死，真的是意料之外吗？什么意思？九公主可是亲口承认杀死了贺薇兰，夫君如此睚眦必报，真的会轻易放过她吗？可她身份尊贵，想要对付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，借刀杀人就是最好的法子，既能一箭双雕，找出幕后之人，又可以除掉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正好这时你身负重伤，完美的避开了一切嫌疑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一直觉得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过分聪明并不是一件好事。你要学着藏巧于拙，好奇心不要那么重，不然，即便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会被自己害死。我要的答案已经有了，今日之言我也记下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毛病。我只要累了，就会有些头疼。休息会儿便好了。我让下人去准备些吃的，就你平时爱吃的红豆羹，可以吗？还是你不想吃甜羹？我去叫傅仪。不必了，我说了我没事。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错了，薇兰之死本和你无关，是我自以为是，错看是非，把自己的无能还有愤怒宣泄在你的身上。你是在跟我认错吗？在围场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此事尚有疑点，我的命还在你手里吗？做戏就要做全套吗？
何况，以当时的情况，我们还是剑拔弩张来得好。所以，你早就相信我了，是吗？赵宇，这错，我会永远记在心中，从今往后不会再犯。